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一样是美男摘面具，把杨洋、肖战和刘宇宁对比下，差距很大。还记得那会儿暑期档里最火爆的电视剧市场上的头牌是谁吗？毕竟作为偶像转型的第一步，只要长得漂亮，剧情和服化道这些都可以放到后面去。虽然这几年已经不再流行，但起码前头那2年还推出过超级火的作品，像《长相思》《梦华录》这些都算得上当年的大热款。不过这个夏天，暑期档的古装偶像剧似乎都悄没声了。说实话，各大平台当然不会放过暑假这个黄金时期。先不聊其他的，咱们就从各部剧的颜值高低说起吧。如今正火的一部剧里，女主的模样是这样的，要是换成2番女主的话，感觉还算能接受，没那么难熬了。而1番男主的模样，放到以前的古装剧里，差不多就算得上男二那档次的角色啦。小烟熏妆，韩式一字眉，再加上那2块脖子上的肤色粉底液色号，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对劲，感觉有点虚。还有一部已经收官的古装偶像剧，算是当作救命稻草的重头戏。男主的妆容几乎一样，连卧蚕和口红都少不了，只不过看起来像是剃成一字的发际线，和五官搭配的好像没那么协调。再者就是那些之前邀的挺响实则没啥大动静的古装偶像剧，几乎每次女主都已经变得像仙女一样美，瘦得快要皮包骨头了。可镜头转到男主那儿，我真是忍不住想把眼睛闭上。其实女明星反复拼死拼活，竞争激烈的不得了。可为什么娱乐圈对男演员却这么包容宽松呢？他们不是年纪大到用墨皮都顶不住，就是五官靠浓妆也无济于事，或者仪态完全没有一点基本功，可还是有一帮粉丝死命为他们叫好。难怪不少网友总在说吃点好的吧，这话听着也挺无奈的。这次呢，我们就选个很有代表性的摘面具那场戏，来好好看看这些男明星们的表现咋样。不偏不倚，只做横向比较，看看你被谁扎到了。杨洋。虽然《凡人修仙传》的播出没能达成预期，但不得不说杨洋的颜值，放到现在的娱乐圈依然挺抗打的。没有任何美颜特效，这哥的骨架线条就已经让人羡慕不已啦。他五官看上去挺符合古典美男的标准，就连眉骨都挺突出，鼻梁和眉骨连接成的那道弧线既顺畅又自然，真是赏心悦目。其实也多亏杨洋的骨相比较突出，才让那种蒙面纱的镜头看起来更容易分辨出来。杨洋的眉眼挺清秀的，一遮住脸，反倒和古装发型更搭，整个人的氛围感也瞬间提升了不少。至于那个摘面具的特效场景，简直帅到没得挑剔。直白点说，他生动地表现出了戴着面具的那张脸，其实还有更帅的一面这意思。毕竟都33岁了，这张脸真是让人没得挑剔。杨洋按照等比例成长，从小演那些摘面具的戏，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压力。毕竟这张脸角角都线条流畅，任何角度拍都好看，小时候更是灿烂自信。古天乐，每次一提到摘面具，自然少不了那个上古真神的名头。要说这哥们儿，绝对算得上摘面具古装帅哥里的标杆人物。那种随意又潇洒的感觉，帅得让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帅，魅力直线上升。白骨时那张脸真是又嫩又细腻，就算胡子满脸胡茬，发型也显得有点沧桑。古天乐偏偏凭着这张脸，硬是把整个气质给撑起来了。那双深邃的眼睛，总是带着一抹湿润的神色，无论看谁都像藏着一汪水，真是帅到爆。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张脸，才对得起所有女性角色，一看到他就忍不住露出迷恋的模样。这么夸张的情节，
竟然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真是让人惊讶。陈晓，我觉得陈晓在中生代演员里头算得上少数几个能扛起古装偶像剧男主大旗的男星之一。跟古天乐那版比起来，陈晓摘面具的动作明显差了点儿，服化道的设计也不太令人满意，有点逊色。不过陈晓那张脸也算是他从头到脚唯一能说得过去的时髦单品了。他的眼睛闪闪发亮，整个人都带着少年那股阳光气息，即使头发已经花白，胡茬泛青，也掩盖不了陈晓那充满生机的表情。他还能演绎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完全符合那种超级帅哥迷倒众人的形象。就算如今陈晓偶尔出现在镜头前有点沧桑，我觉得也无法抹去他曾经给观众留下的那一幕白月光般的经典瞬间。毕竟一掀开脸上的面具，嘿，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啊！肖战今年也带来了一部古装剧，真是别具一格地展示了他的演技啊！《藏海传》这部作品确实让人期待不已。你说的没错，真的挺让人意外的。抛开古装偶像的浓厚妆容和那些滤镜效果，肖战把整张脸摆在镜头前，显得干净利落，骨感十足。我觉得一个长得挺好的男明星，最吸引人之处就是不刻意装酷。肖战演戏从不喜欢炫耀自己帅不帅，总是在用实力让观众相信自己。而在《藏海传》里，他的表演变得更加低调内敛。其实，肖战的演技可能还可以再磨练一下，不过跟现在这些靠流量走红的明星相比，绝对是有底气的。其实，不用拼命健身成壮如牛，也不用浓妆艳抹变成小白脸，安安稳稳的帅气就行了。观众对男演员的要求也没那么高。现在肖战没太多形象顾忌，毕竟这哥已经帅过了。在《陈情令》这部成名作里，肖战摘下面具的那一幕，简直帅得令人惊呼，不怪的粉丝们都迷得不行。摘面具翻车，从这些人来看，内地娱乐圈的古装美男还真是不少呀。说实在的，戴面具的男演员跌跟头的事儿也挺多的，像程毅那样戴着面具的演员摔跤的情况也不少见。虽然他在剧中本来就是个不算帅气的角色，可说实话，这面具戴在脸上真的好看吗？还有那个在脸上写我好帅的小鲜肉，眼睛小的都快眯成一条缝了，再加上旁边女演员那副迷恋的样子，真是搞笑的不行。说他是古装丑男都算是挺客观的了。当然，还有刘宇宁这个人，这小子真是命好，总能和各色美人搭档。之前有刘诗诗、赵露思，现如今受害者又多出了2位。宋祖儿和李一桐这2人也算是最近引发关注的焦点了。在《折腰》里，宋祖被称作小乔，这称呼听着还真挺有味道的。镜头转到刘宇宁这边，场景变得是这样。在《书卷一梦》里，李一桐的美貌展现的可是淋漓尽致，毫不藏掖。毕竟这姐姐全靠这张脸，所以从未输过，审美也是每次都准到没话说。我是真的受不了，每次看到李一桐的脸，接着就看到霸道将军，那烟熏妆和长眼线都没办法衬托出这双小眼睛的气势。我就是想问，这样的五官还要搞什么摘面具的场景，到底有啥用啊？不仅看着一般，还真让人想赶紧把面具给他扯回去。不打算说别的，就问这2位，男主和男二穿着一样，瞧瞧看谁更像那古装剧里的大侠吗？结语：其实摘面具这个氛围感挺浓的戏份，就是为了凸显男主的颜值，挺关键的。从遮面到露出真面目，只有颜值爆表才能彻底把那种反差的感觉传达给观众。而且要想戴面具好看，起码露出来的那2只眼睛的挺亮眼的吧。
这眼睛的尺寸都不一样啊，不同的人换了衣服。女主戴上面具后还认不出来，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笨吧。而且我自己对刘宇宁、程毅这些流量男明星以及其他类似的明星倒没有什么偏见。要是大家的颜值不咋地，干脆就坦荡荡的承认。偏要在古装剧里装神秘，真是挺令人无语的。粉丝们的闭着眼儿一遍又一遍地夸，把他推到众人面前，可观众的眼睛也不是瞎的啊。这些男明星里，哪个摘掉面具后给你的感觉最难忘？